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天下大事。习近平向起重机制造商询问芯片，强调自给自足动力。South China Morning Post。据新华社报道，中国工程车辆制造商徐州工程机械集团徐工在总裁习近平向该公司的一名代表询问其机器中的所有晶圆是否都是本地生产的后，展示了其本土资质。徐工代表表示，其220吨全路面起重机的国产零部件使用比例从2017年的 71% 上升到现在的 100%， 并补充说，未来有可能安装完全国产系统。起重机和挖掘机等工程车辆中使用的晶圆，通常比为智慧手机和笔记型电脑提供动力的高度先进的品种更成熟。半导体已成为中国推动技术自给自足的焦点。作为回应，北京试图提高家用电器、汽车和工业设备中使用的国产晶圆的比例。陆克文警告与中国发生意外战争的风险。ABC。中国对美国的整体战略态势可能会变得强硬。澳大利亚政治家陆克文在被任命为驻华盛顿特区大使之前警告说，他说，澳大利亚作为美国的盟友，可以为两国关系设置护栏，以避免升级为战争。他说，中国的快速军事扩张意味着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地区大国需要审查自己的军事能。习近平呼吁更快地提升武装力量。AP 美联社。习近平呼吁中国的军事力量与世界上最好的军队相匹配，称该国必须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国家战略能力，因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已经对中国实施了全面的遏制、包围和镇压。分析人士认为，他的讲话表明中国将美国视为其主要对手。习近平正在寻求激励人民解放军并塑造中国未来几年的发展。北京一直在对美国提出侵犯人权的指控，因为他试图将自己定位为美国领导的全球体系的可靠替代品。中国最高领导层效忠习近平。AP 美联社，而不是纯粹的经济能力。记住，过去和中与党是最高领导人选择过程中的关键因素，因为习近平希望保持完全控制，并且通过有组织的反对派失去权力的风险正在增加。该委员会的6名成员与习近平有着密切的个人和专业联系，是中国几十年来最有权势的人物。中共反腐败监督机构负责人赵乐际也可能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负责人。该委员会负责处理大多数实际的立法工作。王沪宁是习近平的高级顾问，此前没有担任过任何职务，预计将被任命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全国人大咨询机构，致力于建立习近平在国外的影响力和形象。该委员会与统一战线合作，这表明习近平决心在国际上扩大中国的影响力和伙伴关系。专家预测，习近平的密友上海集团的6名成员将继续试图在执政党和中国大型企业集团之间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以控制市场和公司。因此，中央计划和国家指导可能仍然是该国经济体系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党将继续寻求发挥其影响力。决定李强能做事的原因。AP 美联社。正如我们昨天报道的那样，李强上周末被确认为中国下一任总理。他的任命正值中国需要努力应对世界第2大经济体因摆脱 COVID-19 大流行、全球出口需求疲软、美国关税上调挥之不去、劳动力萎缩和人口老龄化而放缓之际。许多观察家提出的一个问题是，他是否会缓和习近平总统的干预主义政策，特别是影响那些因更严格的政治控制和反新冠限制以及对科技公司的严格规则。与习近平的工作关系始于2000年代，当时习近平被任命为浙江省委书记。荷兰国际集团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彭婷 Iris Pang 认为，李强主要是习近平政策指示的忠实执行者，认为他的关键特征是强大的执行力。与他的大多数前任不同，李强没有国家层面的政府经验，他的声誉因金融中心长期执行 COVID-19 封锁而受到损害，该封锁被批评为过度。他预期的任命似乎表明，赢得习近平信任的能力是政治进步的关键决定因素。美国间谍机构警告，中国扩大权力的努力。New York Times。美国情报总监艾薇尔·海恩斯 Avril Haines 表示，中国认为，为了在亚洲占据主导地位并成为全球范围内的大国，必须削弱美国的影响力。
海恩斯还表示，中国政府为实现其目标，继续深化与俄罗斯的关系。年度评估称，尽管国际社会谴责莫斯科入侵乌克兰，但中国仍将与俄罗斯保持合作，以挑战美国。海恩斯强化了美国的资讯，即拜登总统自2020年竞选以来曾表示，中国是美国最大的长期竞争对手，并警告说，中国是唯一有能力和资源重塑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的国家。加强中国军队和扩大行动是报告的重点。该报告透露，北京旨在扩大其核武库，这反映了该国削减美国核能力的决心。谢谢收看天下大事。